中世纪中期，我们从农业革命本身以及农业革命所带来的商业复苏开始谈起，接着聊到经济走向繁荣，引发社会制度的变化，之后谈了各地与各国的政治发展，最后在结束中期之前，我们来聊一聊法国与西班牙的发展。大家好，我是克里夫。法国在走向中央集权的速度比英格兰要慢一些，因为征服者威廉是透过军事武力直接建立他的理想国度，但是法国的权力结构却十分松散，各地都被王侯贵族给统治。公元987年，加洛林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被巴黎伯爵于格卡佩取代。不过，这个新的卡佩王朝一开始也没有比加洛林王朝好到哪去哦。起初，卡佩王朝在法国只统治着巴黎周围的一小块叫做法兰西之岛的地区。虽然名义上它是各地公爵与伯爵的领主，但实际上王权十分薄弱啊。各地领主几乎是完全独立的状态。不过有5点因素让卡佩王朝能够逐渐走向中央集权的统一王国。首先是他们一直都有直系的男性继承人，没有因为继承权的问题而发生严重的内乱。再来，国王的平均寿命都蛮长的，大约都在位30年左右。换句话说，当父死子继时，王子都已经成年，不需要让旁人摄政，也就没有摄政者夺权的情况。第三，也是我们之前谈过的，随着农业革命的发展，不仅让各地领主，同时也让国王有更多的税收。第四，在法国隔壁的日耳曼帝国，大家还记得他们一直都在跟罗马教皇争夺统治权吗？他们在竞争的状况下，往往需要更多的盟友支持，因此教皇便拉拢法国国王，赋予他支持本地教会的种种权利，这就让法国国王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当然了，还有更多的收入。最后一点，也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农业革命让产业复苏，商业贸易兴起，城镇的出现让社会制度跟着变化，各地走向专业分工，其中巴黎成为学术中心，慢慢发展起来。各地的人才来到巴黎大学研读，透过文化与学术的传播，也让法国国王的声望不断的累积。在这5大因素的影响下，卡佩王朝逐渐走向强盛。公元1108年，路易6世登基，绰号胖子。他有多胖我不清楚哦，但他驱逐并征服了法兰西之岛的强盗贵族，强化了王权，让后续的继承人有稳定的地基。也只有在奠定了这个基础后，农业与商业的繁荣才能直接回馈给国王。也因为有了根基，之后他的孙子腓力2世奥古斯都才能进一步的扩张领土。上一集我们有说过哦，英格兰国王约翰在位时难以阻挡来势汹汹的腓力2世，他不仅将领土扩张了将近4倍，还懂得如何马上夺天下后下马治理国家。他尊重各地不同的民俗风情，没有强制执行统一的标准化。相反的，他在各地委派大法官，让他们拥有司法、行政与军事权。各地的制度有差异是没关系的，只要他们都效忠于国王就可以了。到了腓力2世的儿子路易8世继位后，他透过反对宗教异端的名义，干预法国南部的公侯领地，可以说几乎把整个法国都纳入国王的统治之下。公元1226年，路易9世继位，因为他对宗教十分虔诚，所以后来他被教会册封为圣人，导致后来也有人称他为圣路易。圣路易在位的期间，可以说是中世纪法国难得的鼎盛时期。他统一全国货币，引入了无罪推定原则，减少使用酷刑，完善了司法制度，使得国王的声望大增。再加上他盖了许多教堂、收容所，让臣民百姓都十分爱戴他，也让他死后继位的君主仍然可以受惠于他的威望。不过这种声望在腓力4世继位后遭到了破坏哦。拥有美男子称号的腓力4世是位冷酷无情的君王，在位期间不仅发动多次战争，还把教宗变成法国的傀儡，
强迫教宗迁徙到亚维农。如此强势的腓力四世，为了获取贵族与臣民的支持，还召开了法国史上第一次的3级会议。可以说，他将法国迅速推向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伊比利半岛的情况。大家还记得公元711年，奥美亚王朝征服了伊比利半岛吗？然后，伊斯兰的势力想要继续往北拓展时，却被铁锤查理给击退。之后，阿拔斯王朝取代奥美亚后，更将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因此，中世纪的伊比利半岛，简单来说就是基督徒不断在夺回领土的过程。这个行为有人称为收复失地运动，或者是再征服运动。从公元718年，阿斯图里亚斯这个地方的基督徒起义，建立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作为开始。而等到基督徒的势力瓦解了伊斯兰的版图后，伊比利半岛大致上是由4个政权所统治，分别是北部的3地小国纳瓦尔、西部的葡萄牙、东北方的亚拉冈以及中部的卡斯提尔。公元1212年，亚拉冈与卡斯提尔的联军在拉斯纳瓦斯大举击败了穆斯林，使得伊斯兰的势力几乎被消灭殆尽。到了13世纪末，穆斯林在附近的势力只剩下伊比利半岛最南端的小国格拉纳达。而格拉纳达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其实是因为他们愿意向基督徒纳贡。可以说，卡斯提尔是中世纪中期伊比利半岛上疆土最辽阔的王国，而在城市化、商业化与繁荣的程度，只有亚拉冈可以跟它相提并论。他们2个王国其实也都发展出与法国类似的政府机构，不过要一直等到15世纪，亚拉冈跟卡斯提尔合并为西班牙之后，才有办法跟法国争夺欧洲最强盛的国家。但在这之前，权力的中心还是围绕在英国与法国之间。虽然英国和法国同样都在这个时期从封建制度走向君主制，而且是中央集权化的国家，但这2个国家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差异，才会让他们之后的发展有所不同。虽然英国的领土比较小一些，但是统一的程度却相对比较高。除了苏格兰和威尔斯以外，他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也没有地方或区域自立的概念。换句话说，英国不需要处理内部分裂的问题。英国国王透过巡回法庭，拉拢了许多地方乡绅与骑士进入政府体系，最终使得国家就算没有君王，也可以运转顺畅。到头来，当国王想要推动什么事情，就得争取各方的认同，使得他们最后成为了有限君主制的国家。相反的，法国幅员辽阔，土地大，面积广，财富相对比较多，但同时他们得花费薪资，赋予中央与地方的官僚，让他们能够维持行政机关的运作。而法国国王其实一直都在跟地方分离主义抗争哦。每个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风俗民情，国王不仅要花费心力避免地方独立出去，还得跟各地贵族斗智斗勇，哪怕到了17、18世纪依然没有停止。总结来说，中世纪中期的政治变化让欧洲除了帝国体制以外，又出现了城市国家和民族君主制2种政体。城市国家能够让市民充分的发挥所长，不过往往也因为个人的私心，使得他们陷入经济的竞争，让领土面积无法扩张，军事力量也有所不足。原本的帝国制度虽然看起来领土辽阔，军力充沛，但却很难让底下的臣民彻底拥护，同时也因为上层阶级的贪婪，容易导致阶级对立。而在城市与帝国2种体制中取得折中的，就是透过民族凝聚而成的君主制。以英法为例，他们领土比城市大，军事力量虽然没有帝国强盛，但在面临危机时，却能拥有上下军民的凝聚与忠诚。这样的体制也是后来逐渐发展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台湾的农业革命、社会制度和政治变化，大家应该就能够了解为什么欧洲可以从中世纪早期迈入中世纪中期后走向强盛。不过，在结束中世纪中期进入晚期之前，我们最后还是得来聊一聊
之前刻意避开的领域，也就是宗教，以及受到宗教影响所带来的十字军东征。关于这些，我们下一集再来继续跟大家谈谈。